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3月22日，星期天，也有2、3天没有更新视频了。那么网友呢就给我发邮件啊，让我更新一下视频，聊一聊这个美股和投资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上一周呢，其实美股呢，总的来讲是继续下跌的啊，应该来说全球的股市都在下跌。主要呢跟这个中东局势和油价呢也很有关系啊。当然了，就是我之前投资的这个数字货币比特币板块呢，上周其实差不多是走平，稍微上涨了一点点啊。那么我接下来呢，我要讲的就是2026年开始啊，我觉得呢，如果在这个投资方面，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数字货币板块将要继续上行啊，就是说在2026年、2027年甚至2028年，我觉得就是资产啊，如果就投资的要资产翻倍，那么我更看好的就是数字货币相关的这个行业啊，包括像比特币啊，或者说什么交易所啊这种上市公司啊这种啊。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和当前的这个局势很有关系啊。当前这个现在的世界格局呢，其实是非常的动荡的。你像这个中东啊这边这个战争现在正在打着，然后呢，欧洲啊这个乌克兰、俄罗斯打了好几年也没有停啊，并且呢，其实接下来你并不知道还会有新的冲突在发生。而美股总体来讲呢，就美股的指数啊，各方面啊，都是在一个高位，所以呢，就是这些战争，它会把这个，我觉得总体的这种经济趋势呢向下拖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像现在，比如说这个局部战争一发生，尤其是中东，那全球的油价就要开始上涨，黄金就要更多的人去储备啊，然后物价就接着就是物价上涨，实体行业就越来越难做。就像那个昨天吧，3月21日，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巴塞罗那啊，就有一个华人开的餐厅。那有人呢就向这个餐厅呢去敲诈啊，就可能是黑帮吧啊，要交什么保护费。然后呢，这个老板呢，他不肯交啊，不肯交呢，他自己也有手枪，然后就在这个餐厅里面就发生了，双方就发生了这个呃火拼啊。那新闻描述的就是枪声此起彼伏，就梆梆梆梆打了好多枪，然后有一个人死掉了，那个老板也被打了好几枪，现在在医院里面抢救啊。其实，在这个现在这种情况，你在像欧美国家，你说要做生意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就这种实体行业，我也在想啊，就他为什么不去报警啊，或者说他为什么不去呃，就给点保护费啊什么的，是吧？他为什么一定要拿枪反击呢？啊，有可能也是现在这个物价上涨的太厉害了，就他也很难赚到钱，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对吧？而且我觉得这种一般来说都是应该是在国外已经就是发展了很多年的老的移民，他们才会就是说，对什么持枪啊或者这种东西，他们有那么多的经验啊。那老的移民做这个生意都很难，你更别说我们这种新的移民，对吧？所以就是，我之前的一直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做这种实体行业，什么餐厅啊什么的，在当前的这种世界背景下，就很难的啊，很难的。因为如果就大家都一心发展经济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有钱，有钱就去消费，对吧？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算是有钱人，他也要考虑就是更多的未来的面临的问题，他也会变得谨慎啊。就像我们这边，嗯，其实这段时间我之前的视频也说过啊，就也
也这个生意各方面就不是很好啊。所以呢，现在只是截止到2026年的3月份啊，接下来会有我觉得更多的这种不可预测的冲突会发生啊，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川普啊，就美国川普执政呢，就他的走的就是这种强势的鹰派的啊这种路线，对吧？就是他肯定是要美国要至上啊，所以就是要对一切跟他作对的，或者说跟他就是不是走他这个主义的他都要跟你就是进行打击啊，所以未来这个事情很难预料啊，很难预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像我们看到像什么巴菲特这些人，对吧？他们都是就手里持有大量的现金啊，也是很明智的也是很明智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种一旦冲突发生了美元就开始上涨就它这个现金就反而就更值钱了，资产呢其实都在缩水。那你说股票跌了，资产跌了，那美元在上涨，那就是双重的，对吧？就一个在跌，一个在上涨所以我觉得这些大佬们还是有一些先见之明那么我们呢，接下来就说说我们这些小市民，是吧？我们也不是什么大佬，对吧？就考虑的没有那么全面，我们就想想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样，尽量吧，就保存自己的实力那么我个人呢，还是比较看好这个比特币和这个数字板块首先呢，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就是这个比特币这个东西听起来像一个骗局，是吧？像一个什么传销像这个郁金香什么这种泡沫就是一个接力棒游戏就越到后面的人就要来接盘这个游戏玩不下去了，这个比特币会不会归零反正有这样的说法，是吧？其实，在过去很多年我对比特币的看法也一直是我是非常的谨慎的态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老观众都知道，我非常喜欢那个查理芒格还有巴菲特，对吧？因为他们两个大佬都是说这个比特币不怎么样，对吧？就不会去投资的，都是一场就差不多就等于没有直说的就是骗局吧，对吧？那么在现在这个2026年呢，那么我对这个事情呢有一些改观就我觉得呢，我们如果从投资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呢，就会产生不同的一些看法我说的不一定对我给大家分享分享。首先呢，就是现在这个比特币它总体的这个市值，就单一这个比特币的市值呢，它已经在全球排名就前5，比如说黄金或者说英伟达、特斯拉或者苹果，对吧？还有就是比特币它是可以排在总体的市值是排在前5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市值。那你很难想象呢，就这样的一个市值的东西呢，会突然变成0，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杜绝了就是它可能变成0的概率是很低的第二个呢，就是不管它之前是不是骗局，或者说很多大佬认为它没有产生什么东西，对吧？就它不是像一个你去买一个投资个苹果公司它产生手机产生什么东西了这个没有。但是呢，这个呢也是在当前这个时代我觉得是一个特点，因为大家呢都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财富它是能够创造财富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它有上涨和下跌的功能，并且呢，它这个功能呢得到了很多人还有很多国家的认可，对吧？你比如说像美国，你像欧洲你现在你在欧洲你去买比特币，像这种正规的交易所它都是就等于像银行存款一样的，就是你买了以后，如果这个你买这个钱没有了，这个银行这个金融保障局它是要赔给你的就说你就是你买的这个比特币的现货就这个币就不是说你买这个
这个什么投机产品，对吧？就你不是说你去做期货啊，什么杠杆的这种，他不赔你的。就你如果就是买比特币，你在一个正规的交易所去买，那么它是有这个金融管理局监管，他会赔给你的啊。所以这个已经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受国家认可的一个资产，对吧？当然了，那这个要看交易所啊。那有些交易所它本身如果不被政府认可的，那你在它的里面买就等于也有风险，对吧？那么这个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啊，美国它呢就准备接下来有很多的法案啊，会对这个比特币呢，还有这个数字资产呢，就是会有一个支持。那么这些都会啊，让这个将来美国这个美股市场里面会多出来一个新的这个很大的板块啊，就是有很多交易所现在正在排队上市啊。那么我呢，之前呢，我也买了一点点啊，一点点这个比特币。那么我买的那个交易所呢，现在也正在准备上市啊。我还小赚了一点，大概小赚了10%几吧啊，因为我正好买了这些股票嘛，所以我也就要深入的做一些研究，对吧？那么我就少买了一点啊。但是呢，我现在呢，我觉得就录我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呢，我会逐步的啊，在就比特币这种低价的时候，就是它如果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的时候，我会陆续的呢去买一点啊，作为一个储备啊。因为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啊，会导致很多的生意啊，各方面啊，可能都是会受什么，比如说你这个邮轮的行业，对吧？我之前买了一个股票啊，在去年买的，叫挪威邮轮啊，邮轮公司。那么之前呢，我是18块买的，它涨到25块，我在22还是23块我就给它卖掉了啊。那还好我给它卖掉了，对吧？我就短期得益了。如果我看长期的话就不行，因为现在这个伊朗这边什么那个什么海峡啊，对吧？给封锁了。那么对邮轮啊这种打仗了，这个对邮轮这种公司来讲就是灾难啊。一个是油价大涨，它的成本就变得很高。你像最近这个航空公司啊，什么邮轮啊、旅行啊，这些都是会受很大的打击啊。那么有的人会说啊，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在这些公司低的时候去买一点啊？我上一个视频说过啊，就现在真的是不能抄底，你有可能是炒到半山腰。我上一个星期发的那个视频，如果发那个视频的时候，那些人正在抄底的话，那现在还在下跌，就跌得更厉害，最少又跌到5%，对吧？就你一直在抄底，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底，因为现在这个局势啊，你根本就不确定啊，它也没有到就是说，完全的到一个恐慌的阶段，因为现在呢，大家都是认为，就还在认为就是啊，这个战争很快会停的。啊，比如说什么川普啊，他不想打了，和谈啊，跟伊朗和谈啊，这个事情就会停的啊。其实很难讲，很难讲啊，就这种都是极度不确定的一个因素。所以传统的行业，任何的一个行业，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冒着极巨的风险。而接下来呢，其实就是每个人吧，普通人吧，其实你支出的这个成本都会越来越高。你比如说像在欧洲啊这边，什么天然气啊、油价啊，这个上升啊，这个速度到时候会很快的。就现在一开始它是上涨了多少，反正后来就变成50%啊。接下来这个事情不解决，就会越来越快，这个上涨速度就会急速的加快啊。然后呢，物价随着这样的一个情况上涨以后呢，那物价也会大幅的上涨。但是你的收入可能上涨吗？是吗？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这些老板啊，他的成本也变得很高，这些都不是他一般做产业的人能够承受的成本，对吧？所以呢，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概率啊，就大家还是要加速的去印钱啊，就是印货币。那么印货币以后呢，这些比特币啊什么的就会变得更高啊，因为你比如说在很多个国家，对吧？你很多个国家，对吧？你很多个国家，那些国家本来它的这个，比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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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这个，比如说
货币吧，它对美元它就一直是一个非常呃非常的这个就长期贬值。就你的工资，你像有些这种国家，你比如说像伊朗或者什么国家，这些人他的工资还没发，已经贬值了，那怎么办？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买点黄金，你黄金也不能随时的去支付啊，你也不能随时的去交易啊，对吧？那你有的国家还要限制你买这种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更多的就是买什么稳定币啊，就是对美元的这种1:1的这种货币，其实就是变相买美元，对吧？还有呢，就是买这种比特币啊，那有钱的可能多买点比特币啊，那普通人过生活可能就买点这个稳定币啊。那么它有这个就是保障的作用，所以就随着这种局势的动荡呢，这个行业呢，未来我觉得会越来越好的啊。那么其他的这种什么美股啊，什么其他的一些板块呢，我觉得现在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就到了后面，尤其是这种呃情况变得糟糕，就越来越糟糕的时候呢，就会有越来越多共识，就大家就是像我这样想的，比如说这种共识就越来越多，就会加速这个数字板块、比特币这方面的这种上涨啊，它到后面就会涨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这个大家可以看，马上就下面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些什么美国这种什么 MST 啊，还有这些 Coinbase 啊，这些股票可能会就加速的上涨啊。那其他的板块呢？我觉得局势缓和的话，会有一些机会的啊。但是呢，有很多东西呢，其实确实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你就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例子啊，你说什么特斯拉或者说奈飞，对吧？这些都是很好的股票。但是你说像特斯拉什么，你现在这种情况，谁会就是多去买很多车子呢？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而且你这种情况，你在建设这些充电桩啊，什么东西啊，这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对吧？就是你其他的什么太空啊、什么卫星啊这种东西，就是离我们就还很遥远，就是说它落地还是很遥远啊。所以这个板块现在就是说不是被大家看好的。第二个，你比如说像奈飞这种啊传统这种科技啊，但是有很多这种用户体量，而且也不错的这种公司，但是它发展的这种瓶颈已经到了。就是你说这个奈飞，它面临的竞争啊，还有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地区，它现在很难就是在那里去展开市场，对吧？你比如说，如果中国啊，它现在如果向奈飞开放，那么这个奈飞它股价肯定要往上，对吧？但这个是很难的。那其他地区，世界上各个国家基本能够做生意的都做了啊，那无非就是它有没有新的这个产品能够多收一点钱，对吧？那么在这种生活这个成本越来越高昂的这种时代，那大家对这种的期望预期啊，都是不会越来越高的，应该来说是吧？所以就是这种股，你说你去买，就希望它未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也是很难的啊。就它能涨回原来那个价位就已经不错了，对吧？当然了，随着这种局势缓和以后呢，还是会有更多的就是一些机会的，这个是肯定的，就还是会慢慢会涨回来，但是这个就很难预测，因为局势越来越坏，它跌的就更快啊，它跌起来它就是一个科技股的一个属性就出来了，给你跌起来大跌，对吧？好吧，那么反正我呢啊，总体来讲啊，我还是更看好这个数字板块啊，数字货币这个板块，比特币这个板块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就跟我交流，好吗？啊，最后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啊！